本期的视频，我将以一个玩家的角度带大家看看2019年的暴雪嘉年华。因为今年的嘉年华呢，给我的感觉是非常震撼的，所以有很多想法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另外，在视频4分半以后，我会聊聊关于魔兽世界暗影国度 CG 的一些解读。首先是在本期节目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下2018年嘉年华的名场面。You guys not have phones? Yeah, you guys all have phones, right? 大概是想要挽回去年暴雪嘉年华上的整体颓势。今年的暴雪嘉年华异常给力，连续公布了许多新作、新资料片、新消息，这与去年的嘉年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开幕式上，首先公布的是暗黑4，这一作的关键词是黑暗、世界、遗产。黑暗呢，是指暗黑4想把玩家带回暗黑1和2的黑暗写实风格。世界是指暗黑4扩展了整个游戏世界，因为前作1、2、3的内容都发生在庇护之地，而4则可以探索更广阔的未知世界。遗产是指暗黑4兼有2代的装备系统与3代的战斗体验。要知道2代的装备系统即使是放到现在也是可玩性很高的。另外还特意强调了4代会有 PVP 系统。要知道3代其实一开始也是有 PVP 的，只不过后面因为各种原因给砍掉了。而暗黑4的首发职业野蛮人、魔法师、德鲁伊，虽然看起来3个职业略显单薄，但这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回归了暗黑1，因为在暗黑1中也是只有3个职业。在未来暗黑4还会有2个新职业公布，说实话因为职业比较少，反而让我会比较放心 PVP 的平衡性问题。而后面放出的试玩画面以及长达9分钟的 CG 播片，哇，暴雪牛逼，这个 CG 简直太好看了，尤其是最后莉莉丝通过鲜血仪式降临的这一段太炸了，很想知道暗黑4后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情。另外在嘉年华开幕式上没有提及不朽的消息，只是后续放出了实机演示，感觉上呢就像是暗黑3的手游版，其实也没啥好说的。如果能够做好优化的话呢，应该还是会真香的。再有就是暗黑2的高清重置版今年并没有提，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已经在做了，只不过会留到明年的嘉年华再公布。接下来是星际争霸2的新指挥官蒙斯克，风暴英雄的新英雄死亡之翼。好的，风暴要火。再接下来是几条关于魔兽的消息，今年是魔兽系列25周年和魔兽世界15周年。魔兽争霸3重置版现在已经进入了测试阶段，11月5号预购了重置版的玩家和购买了暴雪嘉年华的玩家将能够抢先体验到这款经典游戏。然后是魔兽世界怀旧服下一阶段的更新计划，会在11月12号开放荣誉系统。再接下来就是关于正式服的消息，有为了支持公益事业而推出的羊驼宝宝，还有魔兽世界15年活动以及死亡之翼的坐骑。当然最重要的是魔兽未来的剧情会怎么发展。在未来 8.3 版本，部落与联盟消除了恩佐斯的威胁后，还有谁会成为我们的新敌人呢？然后就开始了 CG。 在这段 CG 中，希尔瓦纳斯来到了冰冠城堡，干趴了3代目巫妖王博瓦尔，手撕了统御头盔，打开了暗影之地。而关于这个 CG 的解读呢，我会放到最后。现在呢，接着让我们来看暴雪嘉年华其他游戏的内容。后面是关于炉石的消息，新扩展包巨龙降临。那么有意思的是，魔兽世界巫妖王之怒版本时，天灾军团就企图复活加拉克隆，不过当时这个计划被玩家给摧毁了。而在炉石的巨龙降临资料片中，加拉克隆已经被法拉姆成功的复活了，所以呢，这个资料片将围绕着巨龙的主题展开。在新扩展包之后公布的是新玩法战旗酒馆，这是一个8人模式，看起来很像是炉石加自走棋的全新模式，我个人感觉这2个的结合应该会非常的有意思。在之后呢，就是关于本次嘉年华的压轴节目《守望先锋2》了。当看完《守望先锋2》的播片后，我的最大感触是，如果说《守望先锋》是泰坦项目的边角料做的，那么《守望先锋2》就更加接近于泰坦了。2代相比较1代而言，增加了丰富的剧情以及新的玩法，并且画面也得到了升级。另外2代呢也会继承1代中所有的成就，不管怎么说，反正出了就必买。总体来说呢，今年的暴雪嘉年华内容很丰富，特别是跟去年的嘉年华做了比较之后，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至少呢我是非常期待的。最后呢，我就来说说关于魔兽世界新 CG 的一些看法。这次呢，希尔瓦纳斯终于是对应了伊格诺斯的预言，在第3次死亡时，他将我们带进了这个世界。果然呢，这个世界指的就是暗影之地。在 CG 里面，希尔瓦纳斯来到了冰冠堡垒，这个冰冠堡垒跟希尔瓦纳斯的关系呢，其实还是挺大的。一是因为这里是曾经2代目巫妖王阿尔萨斯的据点，
而是因为希尔瓦纳斯在这里曾经死过一次，这次是他的第2次死亡。在短篇小说《希尔瓦纳斯黑夜边缘》中描述了，在击败了巫妖王阿尔萨斯后，希尔瓦纳斯独自来到冰冠堡垒顶部的冰封王座。尽管他因为错过了巫妖王的陨落而愤怒，但他想到多年来的行动终于有了结果，心里呢还是有一丝宽慰的。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他经常回想阿尔萨斯攫取他灵魂并加以折磨的事。现如今，阿尔萨斯已经死了，在平台上出现了9位之前被阿尔萨斯所奴役的瓦格里。他有些疑惑，为何阿尔萨斯不在了，瓦格里却还留在这里？这时他才惊讶地发现，居然另有其他人坐在冰封王座上。此人不用多说，正是博瓦尔。因为有人相信一直要有一个巫妖王，希尔瓦纳斯暴跳如雷。他认为现在的胜利是徒劳的，不过随即他就想到自己反正已经复仇了，已经没有活着的必要了。于是他从高塔上纵身跃下，再一次死了。后来希尔瓦纳斯看到自己人民未来的各种惨状，这时他忽然反应过来，自己已经死了呀，那么这些幻象是从哪来的？这时9位瓦格里出现在他的身边，领头的是召唤者安海尔德。这位瓦格里曾经在乌特加德城堡的战斗中登场过，他告诉希尔瓦纳斯，每个人在死后都会看到关于未来的幻象。瓦格里想让希尔瓦纳斯知道他的死会给他的人民造成怎样的后果，可谁知道希尔瓦纳斯这时却说，我不想再和他们有什么瓜葛。瓦格里呢只好暂时退去，希尔瓦纳斯的灵魂继续下坠，他看见的只有黑暗，除此之外还有恐惧、寒冷、绝望与悔恨。在这个过程中，他甚至还看到了阿尔萨斯的灵魂，他意识到这种痛苦与折磨会永远伴随自己。此时瓦格里们再次出现，安海尔德向女王提供了一份建议，如果他与瓦格里定下一个契约，让瓦格里为黑暗女王服务，并可摆脱这份痛苦，而瓦格里也可以不用再受到巫妖王的束缚。后来女王与瓦格里们定下契约，安海尔德对女王说，我的姐妹现在就是你的姐妹，你现在也可以在生与死之间自由行走。随后安海尔德献出了自己，而让他剩下的8个姐妹来完成这个仪式。于是希尔瓦纳斯再次复活了。其实从短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并不在意被遗忘者的未来，真正让他惧怕的其实还是死亡带来的折磨。这样一来，在了断动画中他为什么会背弃他的人民也就解释得通了。在我看来，被遗忘者只是他手中的一个重要资源罢了。其实我也是个亡灵玩家，在 N 年前我最开始读到这个短片的时候并不在意，直到后来再拿来读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伏笔其实很早就埋下了。那么问题来了，希尔瓦纳斯打巫妖王博瓦尔的动机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有2点原因。一是因为前面的小说《黑夜边缘》中提到，他发现博瓦尔成为新一任巫妖王时是很愤怒的，虽然他觉得反正阿尔萨斯的仇已经报了，所以谁做这个巫妖王也无所谓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巫妖王还是希尔瓦纳斯的一个心结，而且巫妖王还象征着生与死的某种平衡，希尔瓦纳斯就是要打破这种平衡。2是因为巫妖王的统御头盔是打开暗影之地的钥匙，这个才是希尔瓦纳斯的主要目的。至于头盔为什么能够打通暗影之地，官方暂时还没有说法。下面呢，我就来说说我的见解。按照编年史的设定，物质世界是生者的世界，暗影之地是死者的世界，而巫妖王的头盔是基尔加丹制造的，头盔本身并没有打开暗影之地的功能。简单来说呢，头盔已经是一个高级的灵魂容器。在 CG 中，希尔瓦纳斯在扯开头盔时，会有许多灵魂从头盔中飞出，这些灵魂急于回到暗影之地。短时间内，大量的灵魂冲击暗影之地的入口，于是也就打开了暗影之地。而至于希尔瓦纳斯是怎么知道这个方法的，很可能就是瓦格里告诉希尔瓦纳斯的。那么，在解决了希尔瓦纳斯为什么攻击巫妖王的动机后，我们再来讲讲为什么希尔瓦纳斯会变得这么强。这还用问吗？120级的希尔瓦纳斯刷80级的 ICC， 那岂不是轻轻松松？好了，不皮了。其实是这样，我们先拿阿尔萨斯和博瓦尔做个比较。阿尔萨斯有双之哀伤的加成，双之哀伤有着能够窃取灵魂的能力，而博瓦尔不知哪来的火之高兴，显然是没有双之哀伤厉害的。再就是博瓦尔生前受了红龙烈焰的吐息，他身上的烈焰属于火属性，这与巫妖王本身的冰属性是有一定相冲的。从 CG 中，博瓦尔将火属性转化为冰属性才进入战斗，这一点可以推测出冰属性才是巫妖王的真正力量。博瓦尔的火属性降低了巫妖王的战斗力，武器和本身属性的缺陷让博瓦尔的整体实力下降了很多。而另一边，希尔瓦纳斯的实力又太强了，很多小伙伴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希尔瓦纳斯突然变得这么牛逼了。在围攻奥格瑞玛事件后，有这么一段对话：希尔瓦纳斯对付 Sarafan 的到底是什么魔法？我还指望你或萨利萨尔能有答案。
我从未见过他使用这种力量。我从没见过这种魔法，虽然它就在我眼前，但我却什么都感觉不到。这一定是他最近才掌握的，或者是等到现在才拿出来。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什么好消息。不管他在谋划什么，都已经不再需要部落来达成目的了。之前我看这段 CG 的时候，我以为就是一个高级的暗影法术，但是看到吉安娜的说法后，我意识到这个是连吉安娜都不曾见过的法术。后来在新的 CG 里面，他使用了一种锁链状的法术困住了博尔。关于锁链，我第一反应想到的是困住古神的泰坦锁链，只不过希尔瓦纳斯的锁链明显不同于泰坦锁链。那么他究竟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能力呢？在新资料片的介绍视频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希尔瓦纳斯来到了一个被锁链拴住的家伙面前。后来暴雪公布，这个是新资料片里世渊的典狱长。希尔瓦纳斯与典狱长有着某种合作关系。很多人奇怪为什么希尔瓦纳斯会变强，简单来说，死的人越多，典狱长的力量也就越强，而希尔瓦纳斯的力量也会随之增强。所以这就解释了 8.0 时荆棘战争中泰达希尔之战所引发的大量死亡。这大量的死亡其实才是他力量变强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希尔瓦纳斯力量变强是最近才发生的。所以我觉得希尔瓦纳斯很可能使用的就是死亡的力量。而博尔与希尔瓦纳斯的战斗结束后，博尔并没有死，在未来他将帮助玩家了解暗影之地，同时他也吸纳了所有种族的勇士，成为阿彻鲁斯的死亡骑士。而至于博尔本人现在还算不算巫妖王，这个暴雪还暂时没有给出更多的解释，因为巫妖王控制天灾是需要依靠统御头盔的，但是现在统御头盔碎了，博尔还能控制天灾大军吗？这个官方暂时也没有说明。现在有说法称 9.0 的前夕就是天灾再入侵，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说明现在已经没有巫妖王了。可能就有人会问，巫妖王都没了，为什么还能招募死亡骑士？这里我们就要说到死亡骑士的起源。死亡骑士的第一次登场是在魔兽争霸2中，由古尔丹将暗影议会术士的灵魂放到死去的暴风城骑士尸体内才形成的。这说明最初的死亡骑士是通过仪式来转化的。而后来在魔兽争霸3中，死亡骑士的产生又有了新的方式，部分白鹰之手骑士团的成员变节了，巫妖王向他们许诺了强大的力量，以换取他们的忠诚。这些骑士接受了巫妖王的黑暗契约，他们的灵魂被扭曲了，在被授予了符文剑和死亡战马后，成为了死亡骑士。他们与古尔丹的死亡骑士不同，天灾的死亡骑士是没有自由意志的，他们是被巫妖王控制的。另外还有一些死亡骑士并不是自愿效忠巫妖王而形成的，比如一些被阿尔萨斯杀死后被强行复活并转化的死亡骑士。这里我们就要说到阿彻鲁斯的死亡骑士。做过死亡骑士任务的玩家可能都知道，一开始这些死亡骑士原本都是效忠于巫妖王阿尔萨斯的，但是在圣光之愿礼拜堂的战斗中，在圣光的作用下，使得阿彻鲁斯的死亡骑士摆脱了巫妖王的控制。后来重获自由的死亡骑士夺回了被天灾控制的阿彻鲁斯，在大领主莫格莱尼的领导下组建了黑风骑士团。再回到前面的问题，博尔已经不是巫妖王了，为什么他还能扩充阿彻鲁斯的死亡骑士？这就要联系到我们前面所说的3种产生死亡骑士的方法：一、仪式转化；二、复活后转化；三、变节效忠巫妖王。现在巫妖王已经没有了，所以3先被排除，于是就剩下了另外2种办法。结合下个版本暗影国度是死者的世界，所以第2种方法复活后被转化最为合理。博尔复活了所有族群的勇士，让他们都能加入阿彻鲁斯的死亡骑士大军，以此对抗新的威胁。然后再有一些就是关于暗影国度的新消息了，相信大家已经知道，我就不再赘述了。而暴雪也说了，新版本不会像之前那么干了。看来怀旧服真的有让暴雪再好好思考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总之呢，我还是很期待后面的剧情的。现在编剧的思路是想把魔兽来个除旧迎新，8.3的恩佐斯就是最后一个救，后面呢应该会迎来一个新的魔兽，剧情内容都会不一样。这对于魔兽这样一个有15年历史的游戏来说，有了新的改变，其实呢是一件挺好的事情。只不过改编不是乱编，希望他不要乱来就行了。然后再就是多希望暴雪能够听听玩家社区的想法，能够让魔兽迈上新的台阶。当然不迈上新的台阶也可以，只要不倒退就行了。那么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作为一个杂谈节目，所以呢这次的录音也是比较放松的，不知道大家还习不习惯。另外就是大家如果还有一些关于魔兽的其他看法或是疑问的话，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好了，我们下期再见。